晚上好。恍恍惚惚已经隔世。你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他也很喜欢你，但从他的朋友圈知道他有男朋友，然后呢，他有男朋友，图图你会怎么办？我有男朋友我就不会喜欢。当然有男朋友我不喜欢。第二，我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有男朋友不会喜欢。Do you understand？ 有男朋友干嘛喜欢他？要理性，对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值得有一些人去喜欢我们，而且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是唯一。我是会觉得这样。她有男朋友还很喜欢你，这种人我觉得有男朋友喜欢你很正常，人都有花心的那一面嘛。但我觉得决策权在你自己手里，他可以花心，但是你不可以没有选择。每个人都有花心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面对这些东西你要有选择性，因为我不是说人要理性，但是我不觉得人一定要理性，但是我觉得说人一定要有选择，因为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才是有自我的。你但凡对这个世界有选择，你对爱情有选择，你对工作有选择，你对生活有选择，那个其实才是自我。那个自我其实很重要，因为人活着就是要自在自由去选择。所以一旦你失去了这个自我，其实蛮可悲的。但凡你抓住这个自我，其实你会有一些成就，或者说你会了不起。装你妹啊装，你狗东西。狗东西半生瓜。人都要有自我，都要有选择。有选择，你的人生才是人生；没有选择，你的人生就是
被选择，我觉得很可悲啊，很可悲。你就像我，其实半生瓜追过我可以说吗？半生瓜追过我，他不敢承认呢。你追过百里屠夫，你算蛮有眼光的，我告诉你。半生瓜你蛮有眼光的哦，你很厉害的。我跟你讲哦，你追过我，代表你其实蛮有眼光哦。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造次？我的大雨，我的盛夏。半生瓜不敢说话了哦，很呛哦，小辣椒哦。狗东西，我跟半生瓜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哈。想听我跟半生瓜的故事的话，请扣一哎。这一个扣一啊，北扣一了，九州扣一了，还有没有啊？超过5个一我就讲哦。S 个扣一哎，还差2个一哎，就3个一吗？4个一哎，还有没有5个一哎？我就要5个一，我就给大家讲我跟半生瓜的故事哦。啊，5个一了，腰果扣5个零，6个一了，6个一我就不讲喽，因为我只要5个一，你们只要6个一，那你们就是喊爆啊，你们就是瞎叫了。哇，你真的很奇葩呀！哪有6个一啊？6个一我一定开你的。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跟半生瓜的故事哦。我跟半生瓜其实，那个时候嘞，我刚开酒吧嘞，然后我的员工跟我说有一个大客户，他每次点酒都要减1000块的酒哦。然后我就去认识他了，一个猴子，长得不怎么样的一个猴子，然后我就认识他了。认识他之后，然后这个猴子非常讨厌的一点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其实我30岁嘛，我30岁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25岁左右的一个猴子，然后来我酒吧就是消费，算是那个时候算是中上等的一个消费，因为一支酒要1000块，然后他在我酒吧里就消费1000块的酒，然后我的员工就跟他很熟，然后我们就一起喝酒，然后这个消费1000块的这个顾客就跟我讲一些，他觉得酒吧应该怎么去做生意，就他作为一个顾客哦，然后他来我酒吧喝酒啊，然后他跟我就喝酒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的酒吧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子做，那样子做。然后我其实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很不礼貌，他很差劲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奇怪，然后我就没好气的跟他讲，我说那你有没有开过酒吧？他说他没开过。我说那你凭什么给我建议啊？他说我去过很多个酒吧。我说那你去过很多个酒吧，你知道开酒吧有多不容易吗？我就在呛他哦。然后这个半生瓜他其实半生瓜这个人其实他情商还算是 OK 的，所以他没在我在呛他的时候他回呛我，所以就因为这个关系嘞，
我们其实就因为他又是我的大顾客，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就是很认真的去 battle 了。对吧？他怎么这样子？他是一个年纪非常小，但是有一点点自以为是的一个顾客，但是奈何他消费真的很高，我的实体酒吧，然后他就过来消费，然后后来呢，他就总过来嘛，因为在通讯录酒吧里边，他算是消费还蛮高的，所以他在我酒吧里面消费，我其实一开始会很讨厌，后来他也不去讲我不太喜欢听的话题了，他不再讲说你酒吧应该怎么做，他没有跟我讲过了，他没有跟我讲过哦，然后一来二去，他就是跟我一起喝酒，然后他那个时候甚至会点2000块钱的酒哦。你要知道，一个通讯录的酒吧要点2000块钱的酒，2600块的酒，那其实是蛮贵的一个消费咯。就单纯的一个酒，2600块。然后他就在我酒吧，后来甚至我们的员工餐我也让这个就是这个半生瓜一起去吃。然后后来我记得有一天特别有趣，外面下着雨，半生瓜跟我喝酒喝到凌晨5点多左右，外面的天微微亮，然后外面下着绵绵细雨，然后我回自己家，半生瓜就跟在我的屁股后，因为我家离酒吧其实大概700米左右，然后他就因为我们都喝多了，然后他因为半生瓜其实有一点点小直男的那种状态，我回我自己家，然后半生瓜就跟在后面，他就在保护我，然后等我到了我家附近的小区的那个一个街道的时候，然后我就拐过去了，我就看到他，我说你回家吧，我说我安全到了，他说好。然后我那个时候知道我有一个就是韩国有一个长腿叔叔，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概念。长腿叔叔就是他会默默的保护你，然后没有话，然后他就默默保护你，就是深圳版的长腿叔叔，他就保护我到我家小区的拐弯处，我说我到家咯，他说好，他就没有再追着。后来他总来找我喝酒，然后他也不那么讨厌，他也不会跟我讲酒吧应该怎么经营，他也不会以一个小孩子口吻去教我一个比他大5、6岁的一个酒吧老板怎么去经营酒吧。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去了我家里喝多了，然后他来我家里边，他看到我有一只猫有一只狗，然后他特别喜欢那只猫，特别喜欢这只猫，然后他就一直在撸猫。然后我记得我们在门口的便利店里面买了车仔面，买了车仔面，然后进屋里边就吃车仔面，然后他撸猫。后来我们甚至会有一些亲密的动作，但是没有发生你们想象的那种动作，他只不过就是有一些吻的一些动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单身嘛。那我其实觉得他不是我的菜，但是我很难去抗拒一个人对我好。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发生什么东西，一直到后来我酒吧开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他基本上不来我酒吧了，因为他是一个唱歌非常好的一个半生瓜，是唱歌特别好的一个通讯录。然后我又是我们酒吧的那个老板，然后没事我还会去上台唱歌，他可能接受不了我的唱功，所以他不来我酒吧了。后来直到有一天他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我叫他过来，我说你要来我酒吧哦，我要想喝蓝带，蓝带就是2600的一个酒，
我说我也想喝蓝带哦，我说我心情非常不好，我说你要来啊，结果他就喝多了，他就来了，给我点了一瓶2600的酒，然后他知道我在忽悠他来这边消费，后来我们都喝多了，然后他就去酒店了，我记得我也跟他去酒店了，那个一刻我其实决定了跟他发生一次关系，但实际上到酒店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我记得。我们到酒店还是会格格不入，就是很奇怪的。然后发生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进行下一步，就没有进行到10的那种关系。然后他就恳求我，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我说我不能。他说我真的很想要一次，我说我不能。后来他也没强迫我，也没强迫他。第二天早上我给他买了咖啡，我们一起离开那个酒店。再后来他就谈恋爱了。半生瓜你还记得吗？半生瓜你还在吗？半生瓜，你个狗东西，你敢不敢记得？你个狗东西。所以半生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他陪伴了我刚开酒吧的那个阶段。他是一个身高大概1.75米左右，然后体重大概在140斤左右的一个广东人，他是一个潮汕人。然后他长得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他长得蛮帅，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通讯录去喜欢他，我觉得那个人瞎了。反正我没喜欢过他的长相，我喜欢的只是他对我好而已。半生瓜，你个狗东西，你别想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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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的不是胖瘦，而是一种感觉。我喜欢的其实是我不在乎身材，我在乎气场，我在乎气场。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气场特别强，我不会喜欢。义无反顾选择你。你们了解金牛座吗？我给大家剖析一下金牛座好不好？你们想了解金牛座吗？因为我写过一首歌叫《只怪我是金牛座》，你们真的想了解金牛座吗？想了解金牛座的请扣1，超过5个我就给大家讲。Sam 滚，2个咯，3个咯，还有没有？3个，北牛壮壮4个了，SE 好了5个。我给大家讲一下金牛座是什么样的。金牛座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解析一下，金牛座是完全可以日久生情的一个星座。你们记住了，金牛座是一个完全可以日久生情的一个星座。就是金牛座但凡喜欢一个人的情况下，猛烈喜欢一个人的情况下，但凡金牛座有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的情况下，这段关系一定会是失败告终的。所以我们金牛座一旦喜欢一个星座，一定会搞砸。我们一定会对一个特别喜欢的一种人会搞砸这段关系。所以金牛座逐渐的了解自己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什么？我们选择了一个自己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的星座，逐渐的我们去了解这个星座，去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一个星座，逐渐的我们真的能够先结婚后谈恋爱的一个状态。你们能懂吗？
你们能懂吗？就是金牛座真的是好奇怪的一个星座，就是我们不会选择一个特别喜欢的星座，因为我们真的会搞砸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太喜欢一个人就会搞砸这段关系，所以我们完完全全能接受。一开始我们不太喜欢这个人，后期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喜欢这个人，而且是金牛座的感情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有的人会觉得说喜欢一个金牛座，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他特别吊着你。不是，金牛座没有吊着任何人，金牛座只是反应慢，接触时间长。我真的要跟大家剖析这个事情，金牛座没有那么多心眼儿。但凡他不坚定的选择你，是因为他在了解你的过程；但凡他跟你在接触，其实他就是对你感兴趣，非常非常慢热。Do you understand？所以金牛座总会被误会，就是说金牛座特别会拿捏，其实不是。金牛座因为他在感情里就是经历了一些不愉快，所以他对感情没有那么自信了。他需要对方给自己一些信念感，知道就是说感情应该是什么样。他其实希望那种猛烈的感情，他一方面觉得说猛烈的感情不靠谱，但是一方面他又去慢慢去接受这个猛烈的感情。所以金牛座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星座，你要跟金牛座谈恋爱要有耐心。所以你们真的别误会金牛座，金牛座首先不贪财，而且金牛座喜欢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给他花钱。你们记住，金牛座如果喜欢一个人，就是给对方花钱。金牛座是特别仔细、特别爱财的一个星座，但是金牛座喜欢一个人就是给他花钱。如果一个金牛座不给你花钱，那可能是你非常有钱，或者他不爱你。嗯，Do you understand？和金牛座最配的两个星座是什么？我不绝对，但是我觉得处女座绝对跟金牛座是配的。处女座和金牛座绝对是配的，而且处女座搞不定金牛座，但金牛座一定搞定处女座。双子和金牛，双子干不过金牛，金牛也干不过双子，因为他们两个星座真的是一个风象，一个土象，真的干不过。天秤和金牛，天秤和金牛也不配，就是金牛其实驾驭不了天秤，金牛驾驭不了水象星座和风象星座。金牛座是什么？金牛座大概是4月到5月，就是水象星座和风象星座，其实金牛座是驾驭不了的。金牛座能驾驭的是土象星座和火象星座。所以你们真的了解金牛座以后，你们会发现哦，金牛座其实，金牛座我跟大家说一点特点吧，金牛座，我不知道别的金牛座是什么样，我对自己的评价啊，因为我是绝对的金牛座，而且我上升是白羊座，但是其实离金牛座其实不远的。金牛座第一点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为别人花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金牛座其实是一个最不容易出轨的星座。金牛座可能会有很多的桃花，他也会蠢蠢欲动，但是金牛座会有一点点感情洁癖，他选择了一个人，他不会出轨，
这是金牛座的一个标准。第3点，金牛座绝对是一个特别事儿逼的星座。金牛座他心里其实有一点点洁癖，他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他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金牛座如果说他出轨的话，一定是不爱你。但金牛座爱一个人绝对不会出轨，绝对不会出轨。我就可以自豪的跟大家说，我在一段感情里没有出过轨，我认可的感情里我没有出过轨。没有我们出轨，因为我们就会对生活很有标准的。是我们觉得出轨，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出轨啊？就是起码我心里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金牛座来讲的话，我是金牛座其中一个金牛座，我就会觉得出轨很 low。就是你对身体你掌控不了的话，然后你就在一段感情里，你就是跟这个睡跟那个睡，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心、掉价的行为，能明白吗？金牛座会觉得出轨这件事情真的很 low 很 low 很 low。你们还想知道什么？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无关星座，包括我剧组里的人，包括我私底下的生活，你们都可以问的。你们都可以问，你们想知道什么？因为我现在没有画面的那个直播，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知道的任何事情，无话不谈。你们想知道我剧组里谁什么样，我合作的演员他们真实的情况，你们都可以问我。你们都可以问我，就比如说你跟这个演员合作过，他真实的人品怎么样？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或者说你们会觉得说，我合作的演员哪个最好，好在哪儿，我都可以跟大家聊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线上直播哦，我可以随便讲哦，我可以，对啊，对不对？你们可以聊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讲的。不赌你吗？什么事？你可以赌我呀，你可以赌我，就是我有任何缺点你也可以问我的缺点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无所谓的，因为我觉得我足够真诚嘛，我不撒谎。无论你们想知道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你喜欢咬人，你个狗东西，你怎么知道？你在感情里最后悔的事情，我在感情里没有后悔的事情。图图这次为什么没找龙二？我找过，我在这次的拍摄里边，我其实找过龙二。我为什么没有邀请龙二来拍摄呢？因为龙二跟我说，他现阶段他有其他事情要忙。对，这个是真实的，我也有找过他，因为我原话我是说，我说龙二啊，我说我这次拍摄了，然后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忙，但是我习惯性的，而且我出于内心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关系这么好，我说我拍摄我其实就是第一时间我会想到你，但是你可以特别直白的告诉我说你有没有时间来演，或者说你想不想来演，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龙二跟我其实，你们表面上看我跟龙二演了很多情侣戏份，但是其实龙二跟我的关系，其实他有点害怕我，或者说有一点点生疏吧，就是
龙二可能还拿我当一个导演，不是他的 CP，不是他的好朋友，所以龙二有的时候不敢说实话。我就说龙二，你抛出这些关系，你就是说我想拍一个剧，你有没有时间来演，或者说你感不感兴趣？如果你不感兴趣，你就直接说。龙二说，宝贝，我这次参加不了了。我说好，我有的点，奶逼的，你谁呀、哦，三叔，你个狗东西！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其实，在我的直播间里都可以问的，我不怕的。小大夫呢？什么小大夫呢？就是你们在我直播间里，你们可以想问任何的事情，我都可以真诚且不撒谎的跟大家说我最真实的想法。接下来会在北京待多久？可能会待2年、5年都可能，因为接下来我会报。今天直播不许录屏啊！今天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会报北京电影学院，但是我不一定能不能考得上。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系，可能我会上1年，上1年之后可能我就从事这个相关行业了。相关行业之后，可能我就在北京发展了。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是跟谁？吴影。咱们今天就想聊什么就聊，聊什么。图图喜欢什么类型？喜欢戴眼镜、温柔、可爱、无毛、白白净净，然后粗腿，嘴巴小小的这种。什么时候出新歌？出新剧就会出新歌。猪可以吗？猪，不太行。我其实对身材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猪的那种，我接受不了。还想问什么？就咱们今天就是知无不言，随便你们想问什么，我绝对真诚的回答大家。最喜欢什么类型？喜欢纸包肌，有一点点胸肌，有一点点粗腿的。想聊什么都可以聊，因为我今天有一点点喝多。你和小大夫分手了吗？我刚才立的 flag 就是说我不撒谎。其实我跟小大夫，我跟小大夫没分清楚。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跟小大夫没分清楚。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实话，我跟小大夫没分清楚。我还爱他，我说实话，我还爱着他。他爱我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喜欢听你的歌吗？他没有怎么听过我的歌，谁提出分手？我提的，但我还爱他，但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我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我还爱着他。还想知道什么？今天我不撒谎，而且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敞开的聊。可能就跟小朋友有代沟。我的问题，我对很多生活感情都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不赖任何人。我对生活不满足，我对感情也有要求。这是我的问题。
我不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就是我是有一个野心的一个人，包括很多人就说你已经做酒吧了，然后你当老板了，你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因为我对人生的理解不是当老板，我想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就好比城市的生活过惯了，我想去，你知道，你们知道我特别喜欢看野外生存的那种视频，我想去一个，比如说，不是说一个海岛里边，我会去野外生存，我想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这其实不怨小大夫，其实是我自己的心太活了。我对很多东西其实都有一点点过分要求，在你心里觉得对方应该是怎么样才能过长久，我没有想过过长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生不要一成不变。就我不觉得所有的感情一定要长久，因为我觉得人始终要保持独立且有一些生存能力。我觉得一些长久的关系，一些稳定的关系会使人丧失一些能力。比如说一段长久的感情，我会觉得让人会沉溺在这段关系里边，会丧失对社会的一些共鸣，且我们对一些感知会有一些薄弱。我说这些东西，大家可能觉得我太神经病了，因为我说白了，我始终是会有一点点。可能大家不觉得我在搞艺术，其实我有一点点感性。我觉得人生而为人，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可能别人不理解我这种情绪，我也不求别人理解，但是我觉得人的思想是无法控制的。你但凡是一个受过伤害、接受过背叛、感受过离别，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思想体验者，你都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固定化。感情重要的是公平吗？我觉得感情并不重要。我觉得感情最重要的是某一刻我们公平。我不追求，且我不敢奢求公平。像我们，如果说我真的做了电影行业，我不敢去追求平稳，因为做电影行业、做艺术行业不可以平稳，不可以，不可以像平常人一样。但凡我如果说做电影行业，我一定是一个敏感且脆弱且无限去放大自己情绪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出好的作品。所以我必须得有所牺牲。所以我说的一句话，其实可能大家逐渐能理解，我还爱着小大夫，但是我不能跟他在一起。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吗？好了，今天真心话大冒险，你们可以问我任何我有关于我的问题。
你会跟他复合吗？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不期待跟谁复合。我觉得人生最理想的状态是跟自己复合，跟自己和解，了解自己，遵从自己内心，不再去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去质疑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情绪。嗯，就是自己还需要经历。是的，啊，我无论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真诚的说一句话，就是因为人选择不同，你可以选择朝九晚五的生活，你可以选择结婚，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圈子里，呃，醉生梦死，但是我没有选择你们的路，我选择了是一个所谓的搞电影儿、搞艺术，所以我的思想注定跟大家其实是不能相同的。你想想，就是像大家那种生活态度，怎么可能去搞出电影嘛？怎么能搞出作品嘛？如果说我要像你一样，我要像 someone 一样，我怎么可能去写出歌呢？因为你们的生活里，你们写不出歌，你们也拍不了电影，所以我要像你们一样，我跟你们的思想要是同频的话，我一定是写不出来的。没有谁高级谁低级，因为我的追求只是这样。我可能感情里有无数的扭曲，有一些变态的行为，但是我通过这些扭曲和变态的行为产生了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才能促使我写成这首歌。而不是我朝九晚五吃着包子，然后我上着班我能写出一首歌，我写不出来，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像大众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不要去试图理解别人的人生。有一些搞艺术的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可能花个几万、几十万去出国留学，学的是一团狗屎，但他们回到国内，你会被他们的审美且他们的认知所信服，那一定是他们成功之后，在成功之前，你们就会觉得说他们是个狗屎，他们神经病。帮别人写过歌吗？我没有啊，我帮别人写过歌，但是别人不太喜欢我写的歌。那首歌叫《横穿人海》，横穿人海其实是我改编了，然后帮别人写的一首歌，但是那个人并不喜欢，所以这首歌我自己唱了。那首歌我还蛮喜欢，但他不喜欢，那我没办法。后来我自己唱了。在我的直播间，你们可以问你们所有想问的问题，我真诚且真实的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不撒谎。想问什么就问，我今天喝多了，随时回答你们的各种问题。还有短剧播出吗？我今年拍了一部，然后在筹备过程当中，嗯，对，我今天喝多了，我喝了5瓶啤酒吧，6瓶，六瓶，6瓶啤酒。有对象好还是单身好？
分人吧，每个人不同。你像我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写歌或者说一个创作的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没对象好，而且就是有对象且分开的状态是最好的。因为你但凡有一些情绪，但凡有一些遗憾的时候，你写歌或者说你创作作品的来讲的话，你的灵感、你的情绪来源就是会非常的足。嗯，才6瓶，对呀，我的酒量不好，我喝不了啤酒。新剧大概什么时候上？大概我觉得怎么也在9月或者10月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就是我们拍摄的素材大概已经完成了80%或者90%，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素材的一个粗剪，粗剪之后我们才知道素材缺少的镜头，且我们需要补的镜头，然后看到一些素材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去做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以连麦吗？当然可以。可以连麦。是在 B 站吗？我们在 YouTube 也可以。Hello， Hello，我上一次和你连麦应该是4年前了。聊什么了？咱们其实我也是挺社恐的一个人，但是你对我挺重要的。我去年去深圳找过你的，我们因为有什么经历吗？你提醒我一下。可能你不是玩王者荣耀嘛？然后我加了你那个游戏 ID 5年了，我给你发消息你都不理我。你的游戏 ID 是什么？我忘了，好久没上了。哦，就叫横穿人海。对，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啊，我们俩亲密度，我光给你送花都已经好像快2000了。哦，就怎么说呢？因为我前任是当时是在抖音上面认识的，然后当时是5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听的是虎二的歌嘛。之后的话，然后我那前任说，他说他特别喜欢你，然后让我去搜一下，然后我就搜之后就喜欢上。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甜蜜嘛，就是经常去 KTV，因为你那 KTV 里面只有一首金牛座那首歌，对吧？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在唱吧里面，然后就唱很多很多你的歌，就是说那时候特别甜蜜。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没怎么谈过恋爱吧，他是山东人嘛，后来就3年前他说他家里人要结婚嘛，然后其实我跟他聊的最多的就是关于你的一些事情，就是图图啊出了新歌，就你那时候不是出了个小茉莉，还有那个芝麻的时候，对吧？然后出了那个新歌嘛，然后我就推荐给他，就我那时候就是我的所有铃声全都是你的歌，什么什么，就是我的起床铃声是那个幸福阳光，然后就是他的铃声是横穿人海，然后我的电话铃声是那个在意我，就是我们都是你的铁粉。后来怎么分了呢？结婚吗？因为他们那边北方人比较传统吧，就是结婚了。就他跟我在一起2年了，他跟我说他是个直男哎，然后我就觉得。那你们有发生关系吗？有啊，当然有发生关系，然后他说他是直男。就可能也是，就是说他可能不想伤害我吧，他觉得好像我们2个在一起没有。那他发生关系，他是1还是0啊？这个，你可以说嘛，就是只是反正我们也不认识他。
都有吧，都有。狗屁直男！哎，一个直男啊，你给我整这些东西，你们信吗？哎呀，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说他要成家嘛，像有个小孩儿，家里人也比较那个催他嘛。北方家庭比较注重婚姻，就是山东那个地方是那个孔孟之乡嘛，对吧？是他们就是就是比较注重孝道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也是因为其他原因，他性格可能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吧。到后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他其实跟谁过，或者说他怎么样过，只要他自己过得好就行吧。后来我就离开山东了嘛，然后反正现在3年多了，也一直没怎么放下吧。后来就是你们在一起5年多，然后跟他分手了3年多是吗？没在一起2年。在一起2年，分手3年多。对，现在分手了3年嘛。那你为什么不往前走一步呢？没遇到合适的呀，或者就是说，因为对于我来说，跟他也就是投入了太多的东西了，可能没有。比如投入了什么？时间、精力，还有就是全身心吧。就是你知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如果突然分手了，你可能就是没有力气，或者说再也找不到想去喜欢别人的那种欲望了。好，那你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你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你自己付出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比较难忘，比较付出的。对，你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你让别人感动，或者说你让自己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很多以前的一些小细节吧，其实更多的，比如你说一下。用一句话来说，我觉得就是事过境迁，没有必要去讲那么多对错。但是那些所谓的很多小细节，包括是我们当时定了一个心愿，就是说想到时候一起去找你的，真的。然后，其实以前的对吧，我们都不想再聊了，肯定人要向前看。然后我是去年我说我要，因为那时候我特别难过，我分手的那几年都是在听你的歌里面度过的。后来我也会越听越难过呀，因为我的歌都是悲伤的歌呀。所以难过我就听幸福阳光啊，我就天天听。然后那个我去年特别想见你，然后我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我估计你可能看不见，消息比较多。然后我就找你，之前不是有个酒吧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酒吧没做了，然后我就通过那个酒吧，不是地图上有一个那个联系方式嘛，然后找到陈培明了，你应该认识吧？那是我之前员工吗？对，我找到他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提这个事儿，然后我到之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把酒吧，就是你已经把酒吧转出去也没做了。后来我在深圳大概待了2个多月吧，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在罗湖嘛，然后我也在罗湖那边住2个多月。后来我觉得那没关系吧，就算没见到，至少我跟你曾经。今年几月份啊？去年10月份到12月份。哎呀，你那时候应该是在装那个就是那个新房子吧？对，在装那个新房子，对。对，我觉得没关系。我说至少我能够跟你在同一个城市。那10月份到12月份的你也没工作，就是在深圳纯住。就在附近逛呀。然后我记得你有一次发那个什么，有一次发了个抖音，好像在里边吃饭，还是就是那个有一个叫万象城是吧？万象城很贵。我还去里面偶遇，也没偶遇到。哎，太贵了，你偶遇不到的。所以我可能对于你的一些就是感情什么的，或者工作什么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但是你2个月期间，其实你是有对前任的一些执念吗？就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因为那是我们一起定下的一个。哎呦，
那我还蛮心疼你的，我没找到你，好难过。因为我的生活真的是，蛮奢侈的。也开玩笑了，也不是，开玩笑了啊！就是我，所以我其实更在意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出新歌呀，这样的。我就是你当时出那个交歌的时候，我觉得还听着没有怎么状态，但是听多了之后，我发现交歌也蛮好听的。哎呀，也但是你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说，你跟前任一起约定来看我，但是你自己来看我，然后你又在自己来看我的这个行为上又消耗了2个月时间，我觉得这段感情一定对你非常非常的深刻，且啊，我觉得我所以我跟你说，我就跟你说，我说你对我很重要啊，因为不管是有没有他，我觉得你对我都算是一种，精神食粮吧。当然，我指的是你的歌啊，不是你的人。哎，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连麦的时候也是在晚上，然后那一晚我特兴奋，我说第一次跟你连麦了，然后特紧张，就聊了也不是特别深吧，我就说我跟我前任在一起是因为你，那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吧？不是说因为你啊，是我和我前任在一起之后才知道的你，后来我们俩就因为我真的给你道个歉，因为我做了4年酒吧，我其实脑子啊，其实喝的记忆力非常不好。没有啊，你不用跟我道歉啊，我做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就像我喜欢你但我也没有关系。真的要跟你，就是我不想让你误会，就是喝酒，持续的喝酒，其实对记忆力、对脑子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现在可能今天我看到你，未来你跟我打招呼，我还是不记得。我因为我今天也喝了酒，就是我现在喝酒是成瘾的，且我是控制不了的。再有我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了，可能很多人跟我打过招呼、见过面，我都不记得。因为就是脑子已经伤到了，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大家，如果说你们有其他营生，不要做酒吧，持续的喝酒对身体损伤是巨大的。是的，其实，你喝酒，然后加熬夜，确实很伤身体。你那时候不是还经常半夜遛狗吗？对吗？是的，哎，你们家里狗后来怎么打理了？还在啊，他在照顾吗？小大夫吗？对呀、他在照顾。哦，那个，我那个王者荣耀 ID 就叫横穿人海，好的，就是那你反正那你到 V10了吗？我还没有呢，那就没我都办法了。那不到 你的 V10的话，那咱俩就打不了了，因为我只想借别人的皮肤。你可以的。好啦，但是我很感谢，因为没有，我也很开心啊！我觉得就这么多年能够把我这几年想跟你说的话，今天晚上全说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了。但是其实你了解我吗？其实这几年你有没有看到我状态不好的一面，且大家对我有一点点排斥的一面，或者说我自己表现的非常的失礼的情况，你有经历过吗？我见过好多回呀、所以你会失望吗？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会尊重你并支持你吧，我不会，因为我首先我也没想跟你怎么着啊，我不会失望啊。而且就是你那个什么，拜托拜托里面不是说了吗？有个性容易招小鬼儿啊。我觉得这才是你的个性啊，这才是真正的你，真实的你啊。但其实作为我来讲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正面去回答过这个问题。其实
我有的时候面对大家的一些质疑啊，其实我不觉得说这些质疑是喜欢我的质疑，其实是有一些不了解我且对我有一些质疑的质疑，我其实处理的非常不恰当，所以导致了有一些认同我且喜欢我的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他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会对我有一些失望。因为年纪大了，其实也在去自我的修炼。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确实有一点点消极。也不是说在这里跟大家澄清或者说承诺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会虚心的去接受大家的批评，且勇敢去面对自己的不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喝酒的缘故，才会这么和善的去面对，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回怼。哎，你变了啊！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你以前可暴躁了。宁折不弯，哎，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因为你喝了酒，而是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本身你的心会慢慢变得是的，越来越柔软的。是的。因为都能知道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的，你可能会少了一些锋芒。我之前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的情绪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评论才会这样。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生活，不是因为不好的情绪，其实是因为生活，生活使我自己毛躁起来，使我自己不安稳起来。这其实不是怨那些评论，其实是怨自己内心不够平。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都会，我们真爱粉都会支持你的，都会理解你、尊重你，你不用去管所谓的那些人怎么说。我正是因为真爱粉，我才说，我逐渐的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自己内心。其实我真的还需要很大的成长空间。就像你知道吗？其实，这一次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过程里边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每次拍摄的过程里边，我都会非常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的演员达不到我的要求，他们的演技，我会觉得说，那么简单的剧情，你为什么演的这么垃圾？后来你知道我就化解了，我就觉得说，我说句非常直白的话，当时因为我现在喝多了啊，你们不要录屏啊。我说句非常掏心窝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差的一个演员叫卡卡，我觉得他演的非常的差，但是被大家喜爱，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导演的角度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观众的角度才重要，所以我现在认为演的不好的演员，可能在大家眼里他演的非常好，不是导演的评判真的不重要，主要是观众，所以我逐渐的就是放下了，我现在面对所有的演员，我都会觉得说他们自有他们的福气。不是我操心的。其实就现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吧，并不能说让全部人满意，但是大部分人满意就行了，对吧？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说，可能自己的评判标准其实有一点点独断，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任何人，我也不要去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去规定观众怎么去看。我们要放宽心，然后去，包括我距离，我这次拍摄也有一些工作人员，他可能年纪比较小，然后在片场的工作状态我也不太满意。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里边有很多温柔的人，所以我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我马上就要发火了。我说他妈的，全场就听到你最吵。但是我收起这句话了，我说你呀，你真的是因为年轻，全场你最活泼，
你知道这是2种处理方式。他听懂了吗？他听懂了。所以你越来越柔软了，你的心。没办法，就是真的不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状态了。哎，你是90年的对吧？我91年。哦，然后是金牛，金牛座是几月份来着？5月9号。哦，你觉得我多大呀？听着应该是在28岁左右。哎，4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啊，那你现在36岁？啊，对，我大你2岁啊。对呀，我一猜就是4年前，我猜的太准了，36岁。36岁，其实你的声音比较年轻，且你的对一些事物的一些理解能力也比较年轻。我还蛮喜欢跟你这样的状态的人去交流。谢谢你委婉的夸奖啊，你是在夸我吧？你觉得呢？我夸的还不够明显是吧？挺好的，挺好的。所以，离开就是在深圳2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我，且，之后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去调整这个过程呢？就从深圳回来，也就是对自己的上一份感情做完一个交代了。那你然后真的有结束吗？结束了呀，因为我和你真的他们那么快就结束了吗？就是从深圳回来就结束了？不是兄弟啊，3年了呀，我也该结束了呀。我不是想所以你去深圳其实就是一个结束。我去深圳最主要还是见你，然后再为跟他的感情画个句号。其实我都没想过能够一定要见到你，只是说，但是可能你一定要画这个句号。对对，就是一个执念吧。因为我确实也蛮想见你一遍的，就是不管你现在有变成什么样啊，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你那个状态也不是我现在变成张百强了，你会失望吗？喜欢的是你的灵魂、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这个人吧。我不是那个什么颜控啊。但我真的会有一种罪恶感，他们在评论区里边说我是张百强。那你心里什么感受？就会觉得是不是要健身啊？就是做人不能太堕落。你上次不是说你们现在的亲戚里面就你一个人没胡子是吧？对，我没胡子反而更像张百强啊。你要把这把胡子留起来呗。但是我又觉得留胡子真的好大众，我不想留胡子。就是反正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你不要去管大不大众怎么的，没有必要啊。我当然是不想跟大众一样啊，就是我一直都是有一点点就是想脱离大众审美的那个状态。想脱离大众审美。对，我不觉得我留胡子好看，因为我觉得确实做了生意之后显得自己老了太多了。然后我又留胡子，然后因为你们知道吗？其实我的胡子是白的，我的胡子就已经变白了。我知道。对，我的两边头发，我的那个杂毛，就是那个乳毛，就是那个就是奶奶毛，我的奶奶毛也是白的。我就不要说了吧。就是真的是很难去接受这个事情。我说我才35岁，我为什么奶奶毛也是白的，然后我的胡须也是白的，这很烦。然后我就有真的仔细观察我下面的毛是不是也是白的，就很难堪。好的，那我就要去接受这个事情，就是我老了啊。那我替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问一下，那有没有白啊？有，也有。就是我就觉得我妈妈应该，我妈妈应该
就是在隐瞒我的实际年纪。对，他肯定是从那个垃圾桶里捡我的，他绝对没告诉我实际年龄。我觉得应该也就是你做酒吧那几年熬夜熬的。也有可能吧，反正我就解释不了。然后你不是又喝酒嘛，然后又熬夜，就这样。那我我其实现在我说实在的，我跟大家交个实底儿，其实我这一季吧，叫绿豆嘛，绿豆这个片子，其实我原本没有选这个剧本儿，我是原本选了一个剧本，然后被我的制作人 pass 掉了。然后第二个剧本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小薇，我是让他去当主演，然后我当一个配角儿，然后我又写了一个剧本儿，然后制作人也 pass 掉了。因为制作人他是属于我的制作人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是跟那个狂飙里边那个大嫂叫什么？狂飙里高叶的大嫂高叶，他跟高叶是同学，他同班同学有高叶，有那个朱一龙，反正就是跟他们是一届的，所以他对我的剧本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你这两个剧本都过不了，所以我就写了两个剧本之后，我说因为我马上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嘛，我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想闲着，我就又写了第三个剧本。第三个剧本他说这个剧本其实有一点点像芝麻了，或许你能超过芝麻，但是必要条件就是你来演。那就是你现在选的就是这个剧本，对吧？不是我选的，是我的制作人选的，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只要你去做一个作品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大众的感受。然后我就接了这个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其实就是以我完完全全为中心，所以在拍摄的10天里边，大概有40多场都是我的戏。然后每天就要背台词，然后要导戏，要负责现场的一些工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就会逐渐的去认知一点什么呢？我回不去芝麻了，芝麻那个状态就不是我，张百乔才是我。那你也没有精力出歌了呀？我有出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拍了90%，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会给自己2个月时间去写歌。准备出几首？6首左右，会出一个专辑。我可以大胆预测一下，这6首歌里面肯定有一半的歌是是有你和小大夫的一些感悟在里面，对吧？那倒没有，这些歌都是我之前写的。我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但凡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了，我就会给他写一首歌。我虽然说没有勇气跟小大夫彻底分开，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算开始，也不算复合，也不算结束，所以我觉得我不会为他写歌。他是没有选择跟你在北京发展，所以你们现在就处于现在这样状态吗？其实是我觉得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小大夫对我人生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他是我从08年到入圈儿到现在，是我时间最久的一段感情。那我跟他分开，其实是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业的变故，以及生活上的
一些打击，我最终决定跟他分开。但是，只要小孩子有一点特别可贵的一点，也可能非常难产的一点，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说我不想跟你分开。这句话其实算是我的一个魔咒，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所有的感情，但凡有一个人想分开，另外一个人不想结束的情况下，其实都分不了。我跟小大夫现在的关系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这样，我明确想跟他分开，但是他不想跟我分开，所以我们一直都耗在这段感情里边。到现在我其实都没有跟小大夫就是彻底不联系，哪怕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好多准备工作不联系。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放不下，然后他也愿意陪你到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不一定要放手的呀，因为你现在差不多这个年纪也是要考虑一下将来的事情了。毕竟再找一个这么多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吧，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纯粹的，不容易的。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不觉得感情一定要持续多久，持续下去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段感情要珍惜，来之不易，而是我觉得所有感情我们之所以坚持，就是因为我爱他。我坚持所有的感情不要去妖魔化，也不要去特殊化，也不要去昵称化，反正不要去改变这段是感情。所以我对小大夫的感情，我依然会觉得说我对他有责任感，有性欲，有保护，有想跟他走下去的那种冲动。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过度的消耗性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见到彼此还是会有性冲动。哪怕已经，你看我们第一年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甚至都有2年半，将近3年的时间了。所以我每次见他，我都在犹豫，包括我们对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些不同，我都觉得说这就是合理的不同年龄的不同。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感情是越久越好，我觉得感情是只要有感情就维系，没有感情就分开。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是听过有一句话说的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出了问题，这并不是真正分开的原因，而是两个人要一起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有那个心思，且双方都还有感情的话，可以去解决问题啊，不要去内耗啊，不要去内耗。能解决什么呢？他跟你提过未来吗？他一个小孩子，他懂什么未来呢？那你总得跟他提啊，他不提你得提啊。我说的他能懂吗？我记得你好像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他好像你跟他说些什么东西，他好像没有办法理解，没有按照你的给他构思的这个。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去理解未来这件事情呢？他是一个00后的一个小朋友，他怎么理解未来啊？你告诉我，他怎么理解生活这件事情呢？人会成长啊，你得给别人机会啊。那我要给他多久呢？我现在在做自己呀。你不用去管他怎么样成长，他只要有这个想法，对吧？他还是有可以的呀。这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说，
我们想买一辆车，然后我们一起去规划这辆车，我们每个月要存多少。他会说好的，我遵从你，但是他每个月不去攒。然后你就会问他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买车了，我们已经决定每个月要攒多少钱了，你为什么不去遵守吗？他说啊，这个月我不遵守，那下个月我去遵守，或者说啊，感情哪有那么多一定的呀？他没有，就是嗯，小朋友是小朋友对现今的生活他是没有概念的，他对于一些理想化的东西他会标榜在内心，但实际行动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你也是这几年经常会跟他就类似于这种会给他灌输这些理念，但是他没有任何改变，是吗？嗯，已经不是我灌输了，是我每一次分手的时候都会跟他提的，但是就是他没有危机感。他他做不到。啊，那就是自制能力不行。嗯，就是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做，要求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很刻薄；不要求的话，可能人生的状态又，就自己特别难受，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确实也会比较心累一些，我能理解的。对，其实，喜欢小朋友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没关系吧，反正你按照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往前走就行了吧。我的人生规划肯定会快速的成长。对，加油，我们都会在后面支持你，不要怕，不要怕，就按照你的这个规划往前走就行了。是的，年纪也不小了，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尖锐了。就反正你之后的话，你就尽量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了，这个确实是特别损耗自己身体的。然后也不要内耗了吧。嗯，尽量。我好像我有好多抖音号，这个没关注你，我先关注一下。好多抖音号是方便你钓不同的人吗？没有啦，你看我这个抖音号，我是做自媒体变现的，那2个抖音号也是啊。关注了64个人，都是通讯录吗不是啊。？OK，加油。你也加油吧。反正我会等你的新歌的。好，啊，我一说，我每一年打开我的 QQ 音乐，都跟我说你的月度歌手是百里屠夫，你的年度歌手也是百里屠夫，我就特别有成就感，不知道为啥。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那个你就早点休息吧，今天跟你聊这么多，我也挺开心的。我也开心。那我就挂掉了。拜拜。拜拜。但我觉得你果断的分开，对彼此的负责，现在的状态对你和他都不负责，你觉得有那么重要吗？潘多拉魔珠，你以为你是谁？如果说你家没有镜子的话，撒泡尿照照自己，不要你觉得，因为你代替不了任何人。Do you understand？你首先没有关注我，再一个你不了解我，你又不了解小大夫，把你的观念连同你的包皮垢一起放在你的抽屉里边，
图图觉得你剧里哪个演的最好？我觉得二把刀演的最好。在我新剧里边，所有演员里边，我觉得二把刀演的最好。深圳的二把刀，对的。新剧什么时候上演？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9月份左右。嗯，喜欢男人，加油！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43分。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交流的，想知道我的真心话的，想知道我剧里的所有的真实的关系的，想了解一些有关于我真实的情况的，都可以提问。新剧你是男主吗？我是绝对的男主。嗯。我是新剧里边的绝对的男主。这部剧它以我为中心，有之前专辑里的歌没有。新剧叫什么名字？叫绿豆。我之前的剧叫芝麻，这部叫绿豆。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芝麻的姊妹篇。芝麻讲的是一个小朋友，然后成长为，在这个圈子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成长为就是，事业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过程。但是绿豆它是讲的是一个中年 gay，然后来到北京去闯 gay 圈的这么一个故事。怎么都是可以吃的，茉莉你也可以吃啊。二把刀确实帅，二把刀不是帅的，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讲的话，二把刀其实他不是帅的，二把刀是非常可爱。二把刀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演员，非常非常可爱，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演员，他可能一开始不了解我想要的，但是我只要跟他说，他立马就了解。这二把刀我觉得会火吧。嗯，啥时候和龙二再合作，得看龙二的时间。芝麻这部剧，我记得你以自身去改编的。对，绿豆这部剧其实也是有一部分是以自己去改编的。请大家持续的去关注二把刀的动态，我觉得二把刀值得大家去喜欢。以前唱过的歌没有，这一次的歌都是新歌。小薇不是也不错，小薇她是我很好的朋友，她算是我只有2个特别好的朋友，小薇算是其中一个。大概是在9月份左右，也可能会更晚。小薇是闺蜜啊，对，小薇算是了解我好多的秘密的人。
所以小薇要背叛我的话，她要爆料一些事情，肯定是真的。陈博剧里也是走搞笑路线，陈博目前在剧里边的戏份已经被我删减了，取代的是其他演员。为什么删减了？因为他，很多演员他有一个通病，就是什么呢？他演戏是没有节奏感的。就比如说，我们再说一句话，比如说啊，我给大家演一段。哥哥，哥哥，你吃饭了吗？没有，弟弟，我今天不饿。你不饿？我不相信。那我这里有一个玉米，你一定要吃哦。我不想吃这个玉米，我想吃你大理的玉米。哥哥好坏，就可能是这种节奏，但是可能程博的节奏是这样的。哥哥，哥哥，你吃饭了吗？吃了。我吃了。你吃什么？我吃那个呢，他就会抢话，所以这就是节奏。有些人他演戏他是没有节奏的，他是知道自己的台词，然后他就急于说出自己的台词，这样就会给大家就是观众的体感是不好的。这回能明白吗？对，他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是没有反应过程的，所以这样的演员其实表达出来其实是致命的啊，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他可能比较突兀啊，所以演戏这个事情其实是真情实感啊，它是要有过程啊，节奏过程都很重要。然后评论区里有个叫三叔的说，我在那个喝多的时候会咬人，这点我承认。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咬人吗？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做了2家酒吧，一家酒吧还可以，另外一家酒吧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吃力的，因为我就是一个90后的一个人，然后我做酒吧也没有任何人帮我嘛，所以我在面对2家酒吧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疲惫，所以我会过度的去应酬，去见一些客人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去喝酒，喝完酒以后我会有点不受控制，且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想突破的口，所以我就会找一些熟悉见过，也不是熟悉，就是见过的一些顾客，我就去跟他们尬聊。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酒量已经到80%了，然后喝的更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失控，我就习惯咬人，我习惯咬人。我记得很多的顾客被我咬到胸口会流血，你们能想象到吗？有一个顾客他胸口差点没，就是已经咬到流血，然后就是那个肉啊，你能看到那个血。对，因为熟悉吧，熟悉可能会有一点放肆，
但其实我醒酒之后，我觉得还蛮夸张的，我会自我检讨的那种。S 对，我有一点点 S。喝酒会打人，喝酒不会打人，但是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S，有一点点 S。但我还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幻想自己是牛，哎，能说吗？牛，就是有一点点幻想自己是牛，但是又有一点 S 牛，S 牛，嗯，喜欢变态。牛是啥？牛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哎，牛是啥都不知道。现在酒吧还开吗？现在酒吧不开了。好了，大家也早点休息吧。我有点喝多了，我想，我想那个喝点水，然后睡觉了。明天还要回北京呢。图图一共谈了几人？官方的我认同的大概是6人，但是如果说按照大家的评判标准的话，只有1任，因为我只有1任超过了2年，剩下都是比较短的关系。就这样吧，再见吧，再见吧。最喜欢的是小大夫吗？不见得。其实我喜欢，我跟大家说实在话，我其实这么多年，我喜欢好多跟我合作的演员。我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但是因为我这个星座它就是特别理性。我其实，在感性里边，我其实喜欢过很多合作过的演员，但是我又不能去表达我喜欢过他们，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星座。但是我确实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喜欢过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我其实确实喜欢过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最喜欢的是不是小大夫？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看重的，非常看重的，其中有一个叫龙二，我非常非常看重，我非常非常看重龙二，因为其实龙二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肯定不是我的菜，因为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喜欢的菜大概是什么标准。但是龙二真的会让我有保护欲，让我会非常非常，起码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会非常宠溺，就是你们不太懂他只要在我觉得我眼里就不会有其他人，但是我对龙二的
处理方式我又不敢去表现得太明显，因为他是我的演员，他是我合作的演员。每一次我到现在我写剧，我都会想着龙二能过来演，但是如果说他拒绝的话，我就不方便再去邀请，因为他是一个还是那句话，他有点怕我。只要我过分的去邀请的话，我就觉得那不是他本意，或者说我让他有负担了，所以我连这种情况我都会想避免。我觉得龙二来演戏好，我愿意跟他合作。龙二不来演戏，我觉得正常，我尊重他的选择。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龙二其实他不算是我的菜，但是只要他一存在，他一在我们的片场里边，我会恨不得把所有的宠爱给他，就是他来拍我的剧都是头等舱，没有一个演员有这种待遇。他只要来，我都愿意给他最好的，因为我觉得他值得。首先他的演技，他的那个状态都值得我去对他好。我没有想过跟他怎么着，我也不期待跟他怎么着，但是他来，我就觉得这个作品一定是好作品。有没有一段时间从剧里走不出来？拍《跟我回家》的时候我走不出来，拍《跟我回家》的时候，第一部的结局我记得是我那个袁成被砸脑袋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医院里边我们去告别那场戏我其实是完全走不出来的。我大概3天我在自己家里面，我不下楼，然后不倒垃圾，不出门，我是完全走不出来的。那段时间我是走不出来的。然后我跟龙二演戏，我因为我们的剧情算是比较甜的戏份，我没有觉得走不出来。但我还是想说一句话，龙二真的太需要大家去照顾他，去保护他。无论说我保不保护他，我希望大家都去保护他。没事给龙二发一些消息，然后鼓励他，告诉他你有多爱他，鼓励他去多演一些戏份，鼓励他能够多唱一些百丽写的歌。他值得大家去宠他。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就是很 Q 很可爱的。龙二跟剧情里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很柔软很细腻很可爱的这么一个演员。你看到他，你就会被他的那种弱的那种磁场所感染到你。反正我作为一个导演，我看到他我就想保护他，我让他感受到导演是最喜欢你的，导演要保护你，任何人都欺负不了你，就那种。他 so cute so cute， 真的好可爱，就是软软的那种状态。哇，对，龙二和阿宝到底喜欢哪一个？现实当中，如果按照喜好来讲的话，肯定是二把刀战胜龙二多一点。但是真的磁场上来讲的话，龙二完全他妈拿捏我。龙二他妈皱个眉头，我都觉得说今天戏拍不了了。
谁他妈惹龙二生气了？啊？你他妈逼逼啥了？龙二他妈哭，你们都得陪葬，就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龙二他妈只要心情不好，我都觉得说今天拍不了了啊，都他妈给我逗他笑，就那种感觉。真的是她真的是我心里的老公主，就是这个，我不能再说下去了，狗东西们，就是你们问的问题让我爆料太多。再见吧，狗东西们，睡觉了，4点多了，拜拜，拜拜，不是爸爸，拜拜。我现实当中是 ES 偏牛，哎呀，真的，知道我的都知道，我是 ES 偏牛，别说了。